俄罗斯黑客组织刚刚宣布攻破了乌克兰的防火墙，并破译了一批机密文件并公布，还爆出了北约提供给乌克兰带传染病的血浆一事。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近段时间，俄军在多地都不同程度地发起了反攻，所取得的战果也是挺不错的。但乌克兰作为攻的一方，伴随而来的就是乌军的伤亡大量增加。相比于阵亡人数，显然乌军的受伤人数占更大部分，这就导致了乌军的后勤医疗物资频频处于匮乏状态，尤其是在血液供应方面更是严重不足。这种时候，乌军还能怎么办？只能跟北约继续伸手，要求北约提供大量的血液，以求解决伤员输血供应不足的问题。北约当然也不含糊，毕竟相对于武器装备来说，血液这种东西还是很容易搞到手的。随后便迅速筹集了6万多升罐装血液，运往乌克兰的扎波罗齐、哈尔科夫等多个地区。不得不说，这效率的确高。但就在最近，在乌克兰对援助来的血液进行检查过后，发现几乎所有的血液中都或多或少的含有艾滋病毒和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对此，基辅紧急致电北约，要求北约不要再收集非洲的血液，并要求北约在提供血液之前先进行评估化验，以确保血液的安全性。这一事件已经在俄罗斯黑客破译的乌克兰机密文件中得到了确认，并被公开发在了网上。非洲虽然很大，但是资源却不是很丰富，再加上医疗技术不发达，生活环境非常糟糕，生活环境大多很差，这也是导致很多非洲人患病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非洲人很多都会以打猎为生，大多时候如果受伤也只是简单的处理，或者是直接不处理，这也就会导致很多动物血液中的病毒通过伤口造成感染，进而患有某些传染疾病。从非洲筹血自然是最省钱、最快速的一种办法。其实，北约很多国家对于血液都是有非常严格的流程的。就拿美国的献血制度来讲，有时候想献血都不一定要的。但现在这个血是要援助给乌克兰的，这对于这些北约国家来说就无所谓了。他们可不管这血安不安全，毕竟又不是给自己国家用，自然是不会在乎的。北约这样坑乌克兰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拿前段时间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M777 火炮来说，当时也是乌克兰因为火炮不够，请求美国加大援助，美国也是给出了没问题的答复，随后就将一批 M777 火炮运给了乌克兰。可怜的乌克兰士兵还以为这是美国好心帮大忙。要知道 M777 榴弹炮有着很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并且射程还有40公里之远。可乌军用着用着就发现这火炮打不中目标，随后通过测试得出一个结论，被美国坑了。大约25公里的射程偏差接近140米，在30公里时更是有275米，这完全是打了个寂寞。不仅打不中目标，还浪费炮弹，甚至有很多炮兵因此饮恨当场。而乌克兰能做的是什么？只有硬着头皮继续用，同时有骨气的要求美国最起码修修再支援。即使是这次的血液问题，乌方也最多要求北约不要再收集非洲的血液。显然，如今的北约算是彻底被美国给控制住了。还记得美国知名杂志《美国保守派》刊文先前称道，乌克兰士兵在美欧国家的眼里只是用来对抗俄罗斯的炮灰，他们并不支持俄乌和平解决。相反的是，这些美欧国家想让这场战争持续进行下去，直到战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这样一想，美国的确说到也做到了。都在说乌克兰的对手是俄罗斯，但真的仔细想来，貌似美国才是乌克兰的最大对手。不仅仅对于当前，还危及到乌克兰以后。不管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甚至是俄乌两国最终握手言和，乌克兰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给乌克兰提供带有各种病毒的血液，前些时候还爆出了美国给乌军提供美国生物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战斗药片与可供吸食或注射的安非他命，
这些都具有极大的成瘾性。现在，如今的乌军在这些北约国家的眼里，已经不能算是人了，而是一个只会打仗的战争机器。毒品、生物药片、病毒血液等事情层出不穷。显然，从始至终就没有觉得乌克兰会赢。就像上面说到的，战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的确不是白说的，颇有出处。其实这其中还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北约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受伤后，也是和乌克兰士兵同用一处医疗场所的吧？这样想来的确矛盾。难道北约国家对于自己国家的士兵都可以痛下狠手了吗？的确有待考证。